啊，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我觉得可能很多正在学中文的朋友都碰到过的一个坎儿。哦，是什么呢？就是感觉啊，明明学了不少单词，语法规则好像也懂，但是真用起来的时候，总是磕磕绊绊的。这个我理解，感觉像是隔着一层纱，对吧？对，就是这种感觉，好像脑子里的也先用母语想一遍，然后再翻译成中文。这个现象确实很普遍。我们手头正好有一份材料，它就专门深入探讨了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核心观点，叫做用中文思考，用中文表达。啊，这个提法很有意思，用中文思考，用中文表达。是的，材料认为这不是只是个简单的学习技巧问题，它更像是一种思维方式的根本转变，一种系统升级。哈哈，可以这么说。所以我们这次探讨的目标就是想和大家一起弄明白为什么这种转变这么重要，以及更关键的，怎么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把它用到我们的学习和日常交流里去。没错。这个话题选得非常好，因为它确实触及了语言学习非常核心的一个层面，这关系到你的反应速度快不快，说出来的话地不地道，对，甚至还关系到你能不能更深地理解中文背后的文化。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好好挖一挖这份材料里的精华，看看能不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启发，或者说顿悟时刻。好，那我们就先从用中文思考这部分开始吧。材料里直接就指出来了，说很多学习者呀，习惯先在脑子里用母语构思，对，这个是下意识的。然后呢，在一个词一个词地，或者一句话一句话地翻译成中文。材料说，这个习惯其实是个主要的障碍。是个瓶颈。对，他具体是怎么分析这一点的呢？我记得里面好像举个例子，挺简单的，就是我去商店。对，那个例子很说明问题。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翻译思维定式或者翻译习惯。翻译思维定式。是的，它最大的问题在哪儿呢？就是会严重拖慢你的反应速度。你想啊，别人跟你说话，你得先听懂，然后在脑子里翻译成母语，再用母语想好回答，最后再翻译回中文说出来。不下去了，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样翻译出来的中文往往听起来会有点生硬不自然。感觉像是中式英语或者英式中文。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中文有它自己非常独特的语序和表达习惯，很多东西是不能直接硬套母语模式的。就像那个我去商店的例子。对，我去商店，我去商店。你看，这个表达非常简洁，但如果一个习惯用英语思维的人，他可能会想 I am going to the store。里面有个 I am going。对，英语里有时态助词，但中文里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不需要特别强调这个进行时态，直接说我去商店就完全可以了，语境会说明一切。这就是中文自然的表达模式。如果你总想着先构建一个英文句子再翻译，就很难真正内化掌握这种自然的中文模式。那反过来说呢？如果直接用中文思考，如果你能直接用中文思考，比如说你感觉饿了，脑子里直接跳出来的就是我饿了，我饿了。我饿了，而不是先想 I am hungry， 然后再翻译成我饿了，这样就能完全绕开那个翻译的中间环节。这个绕开中间环节的比喻特别好，很形象，一下子就快了很多。对，表达会流畅得多，也自然得多。听起来，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习惯问题，好像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材料里是不是提到了跟大脑工作方式有关的东西？好像说这像是在大脑里给中文铺设一条高速公路。没错，这个比喻也很贴切。这涉及到大脑的神经可塑性原理。神经可塑性？对，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的大脑是能够根据经验和学习进行改变和重塑的。当你持续的、有意识的用中文去思考、去理解、去组织想法的时候，你实际上就是在不断的刺激和强化大脑中负责处理中文信息的那个神经网络，就像锻炼肌肉一样，越用越强。正是这个道理，这条处理中文的神经高速公路就会变得越来越宽，越来越高效。这对掌握中文里一些特别难的点，比如声调和汉字，尤其关键。哦，怎么说？比如说声调吧，
大家都知道，中文声调很重要，一声、二声、三声、四声，意思可能完全不同。比如妈，一声是妈妈，马，三声是 horse。对，这个区别很大。要准确的听辨和发出这些不同的声调，需要非常精细的听觉感知能力和发音控制能力。如果你总是依赖翻译，每次都要先想英文单词，再去找对应的中文词和它的声调，这个过程就很慢，而且容易出错。确实。但如果你能直接用中文的语音去思维，长期训练下来，大脑对这些声调的区分就会变得越来越直觉化，越来越自动化。听到一个音，你几乎是下意识的就能反映出它的意思，而不需要再刻意去想这是几声来着。哦，明白了，就是把这个过程内化了。对，内化成一种本能反应。汉字的学习也是类似的道理。这个点真的非常有意思。而且，您刚才也提到了，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变，它的影响好像还不止于语言本身，它还跟文化理解有很大关系。正是如此，这一点非常重要。材料里那个吃了吗的例子，我觉得就特别能说明问题。对，吃了吗？这个例子太经典了。中文常被语言学家归类为一种高语境语言。高语境，这是什么意思？所谓高语境，简单理解就是很多信息的传递并不仅仅依赖于你说的每一个字本身，而是非常依赖说话的场合、说话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大家共享的文化背景知识。需要意会。对，需要意会。吃了吗？在很多时候，尤其是在过去或者一些熟人之间，他并不是真的在非常具体的询问你是否已经用餐了。它更像是一种打招呼。没错，它在很多情境下，功能上更像是一种文化习惯上的问候，类似于英文里的 How are you 或者 What's up， 是一种表示关心、拉近距离的方式。如果一个学习者不知道这个文化背景，只是按字面意思去理解，可能会觉得很奇怪，甚至会很认真地回答自己吃了什么。对，就可能产生误解，或者让交流显得有点尴尬。如果你总是先翻译字面意思，比如把吃了吗翻译成 Have you eaten yet， 你就很难捕捉到这层隐含的文化含义。但如果你能开始尝试用中文去感受、去理解这种表达在特定文化场景下的功能，你就能更好地内化这些语言背后丰富的文化信息。这样，你的交流才会更地道、更得体、更融入。这确实是深入学习一门语言必须要跨越的一步，不仅仅是学说话，还要学文化。是的，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用中文思考本身就在促进你对这种文化思维方式的理解和接纳。好的，那我们现在理解了用中文思考为什么这么重要了。但是光在脑子里想好像还不够，对吧？我们最终还是要能说出来，能写出来才行。当然，材料的另一半重点就是用中文表达，它似乎特别强调主动的去输出语言，也就是开口说，动手写。这对于真正掌握中文同样至关重要。这又是为什么呢？这个就涉及到语言学习理论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输出假设。输出假设，对，是由一位叫 Meryl Swain 的语言学家提出的。他认为，仅仅靠输入，就是听和读，可能还不足以让你达到非常高的语言熟练度。主动的去输出，也就是尝试用目标语言去说话或者写作，这个过程本身对学习有着非常关键的促进作用。它具体是怎么促进的呢？当你尝试用中文去表达自己的想法时，尤其是一些比较复杂的想法、经历或者观点的时候，你会遇到各种挑战。比如想不起来词儿，对，词汇量不够用，或者你不确定这个语法结构用的对不对，这个词儿的声调是不是准确。对，经常有这种时候。这个挣扎的过程，其实就是你大脑在主动工作的过程。你必须去积极的去检索你已经学过的词汇，去尝试运用你了解的语法规则，去努力控制你的发音和声调。好，哪里还有欠缺？更重要的是，通过尝试表达，你会得到反馈，可能是对方的反应，也可能是老师或者语伴的纠正。
这种反馈能帮助你注意到自己之前可能没意识到的问题，并且进行调整和巩固。就像是在实践中学习和修正。正是如此，输出的过程迫使你从被动接收信息转向主动构建和运用语言，这对加深理解、提高准确性和流利度都非常有帮助。我想起材料里那个关于声调的例子，汤、康和糖。对，一声的康是 soup，二声的糖是 sugar or candy。我记得我刚开始学的时候，有一次在饭馆想点汤，结果说成了二声，服务员给我上了一碗糖水，那个印象太深刻了。哈哈，这个错误很典型，但也说明了问题。声调在中文里真的是太关键了，读错一个声调，意思就可能完全跑偏。所以材料强调要多开口练习，看来真的是，绕不过去的一关。绝对是。提升发音准确性，尤其是掌握声调的细微差别，最有效的方法，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方法，就是反复的、大量的开口说。有什么具体的练习建议吗？可以从基础的发音练习开始，比如练习那些声母、韵母、声调的组合，还有就是可以尝试练习一些绕口令。绕口令像44、10是10那种吗？对，44、10是10，14是14，40是40，44、10是10，14是14，40是40。这个虽然听起来很简单，甚至有点幼稚，但它能非常有效地帮助你锻炼控制舌头、嘴唇这些发音器官的肌肉，以及对声调的准确控制能力。特别是区分像 S 和 S、Z 和 J 这些对很多学习者来说比较难的音。这个方法不错，可以随时随地练。对，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要在实际交流中去练习。但说到实际交流，很多人老实说，包括我自己在内，有时候会害怕犯错，就觉得说不好或者怕别人笑话，就不太敢开口。这个心理障碍太常见了，几乎是每个语言学习者都会经历的阶段。但是要真正实践用中文表达这个理念，就必须要有意识地去克服这种对犯错的恐惧，或者说克服这种完美主义的心态。完美主义。对，总想等自己说的完美无缺了再开口，那可能永远都开不了口。材料也特别提醒我们，要把犯错看作是学习过程中一个完全正常的，甚至是有益的部分。有益的部分。是的，每一次错误其实都是一个学习的机会。比如很多初学者会把想、思考的想和像、相似的像这两个词搞混。对，这个我也错过。这太正常了。关键在于，当你犯了这个错，并且通过交流得到了反馈，比如别人没听懂，或者直接帮你纠正了，你就能意识到这个问题，下次就会注意。通过错误来学习。对，而且每一次你鼓起勇气开口，并且成功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思，哪怕只是简单的一句话，比如成功问路或者点对了菜，都能给你带来一点点的成就感。这种小小的成功会慢慢积累，帮助你建立起用中文交流的自信心。所以关键就是要敢于张嘴，别怕犯错。明白了。所以核心就是要转变心态，拥抱不完美，在实践中去提高。没错。好，那我们现在理论上都明白了，要尽量直接用中文思考，也要勇敢地用中文去表达。但具体到实际操作层面呢，我们该怎么做才能更好地把这个理念融入到日常生活和生活中呢？比如说，是不是真的像有些人说的，必须得去中国待着，完全沉浸在那个环境里才行？这确实是个很实际的问题。当然，如果能有机会到中国生活一段时间，那种完全沉浸式的环境，对语言学习肯定是非常有帮助的。对。但现实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条件。不过好消息是，根据这份材料的建议，即使你不在中国，也完全可以通过一些方法，主动为自己创造一个相对沉浸的学习环境。比如呢？比如可以利用现在丰富的媒体资源，
多看一些反映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中文电影、电视剧。注意，不光是看剧情，更要留意里面人物是怎么说话的，他们用什么样的词语、表达方式，以及那些对话背后隐藏的文化信息。像材料里提到的那个相亲节目《非诚勿扰》，对，类似这样的节目，或者一些生活类的电视剧、纪录片，他们能提供大量自然的、真实的口语素材。还有听中文播客、听中文歌曲，也是接触地道表达的好方法。这些确实比较容易做到，利用碎片时间就可以。是的，另外，科技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便利。现在有很多不错的语言学习 App， 比如材料提到的 Hello Chinese 之类的，他们通常会结合听说读写各方面的练习。还有就是可以积极利用社交媒体，比如说加入一些对中文学习感兴趣的微信群、QQ 群，或者是一些 online 论坛。在这些社群里，你可能会找到一起学习的伙伴，甚至有机会和中文母语者进行一些简单的文字或语音交流。这个听起来不错，可以找到同伴，互相鼓励。对，关键是要主动去利用这些资源，把中文尽可能多地融入你的日常信息获取和娱乐活动中。营造环境很重要。那除了被动的接触这些材料之外，还有没有一些我们可以更主动去练习的技巧呢？我记得材料里好像提到了一个自言自语的方法，听起来还挺有意思的。哈哈，对，自言自语，或者用更学术一点的说法，叫内心独白 （inner speech） 练习。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而且压力很小的主动练习方式。具体怎么做呢？很简单，就是在你做日常事务的时候，尝试在心里或者小声的用中文来描述你正在做的事情，或者你的想法和感受。比如你早上起床，可以对自己说，该起床了。做早饭的时候，可以说我现在切西红柿，放一点盐。哈哈，这个有点像自己给自己配音。可以这么理解。它的好处在于，这是一个完全在你掌控之中的练习环境，没有听众，没有压力，错了也没关系，你可以随时停下来查词典，或者思考更合适的表达。这能帮助你养成用中文组织思路的习惯。这个方法我倒是可以试试，还有别的吗？另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就是寻找语言伴 （language partner）。现在有很多在线平台，比如材料里提到的 Tandem 或者 iTalki， 你可以很容易地找到想要学习你母语的中文母语者，然后你们可以互相帮助，进行语言交换。语棒。对，和语伴交流的好处是，你可以练习真实的对话，可以选择你们双方都感兴趣的话题，比如聊聊电影、音乐、旅行或者中国美食。聊美食这个好，可以练习好多词汇，比如麻辣、饺子、火锅什么的。对，结合具体场景和兴趣来学习和运用词汇，效果会更好，也更容易记住。而且语伴通常能给你提供非常及时的反馈和纠正。这确实是提高口语和听力的好办法。当然，找到一个合适的、能长期坚持下去的语伴，也需要一些耐心和尝试。对，说到词汇，好像无论用什么方法，词汇量始终是个基础问题。如果词都不认识，那思考和表达都无从谈起。材料在这方面有什么建议吗？确实，词汇是基石，材料也强调了这一点，特别是掌握高频词汇和常用表达的重要性。高频词汇，对，就是那些在日常交流中出现频率非常高的词语和短语，比如打招呼的你好、再见，询问的怎么样、多少钱，表达意见的我觉得、没问题等等。这些确实很常用。优先掌握这些核心的高频表达，能让你更快地具备用中文进行基本交流和组织想法的能力。哪怕你的总词汇量还不大，但只要能熟练运用这些常用语，就能应付很多日常场景了。那怎么有效地学习和记忆这些词汇呢？除了在阅读和听力中积累，材料也建议可以结合一些记忆方法，比如间隔重复记忆法 Spaced Repetition System SRS， 像 Anki 这样的软件就是基于这个原理。它可以根据你的遗忘曲线，智能地安排复习时间，帮助你更牢固地记住单词。Anki 我听说过。同时，学习词汇的时候，最好不要孤立地记单词，要结合例句和语境来学。
了解一个词是怎么用的，能和哪些词搭配，这比单纯记住中文和母语的对应意思要重要得多。有道理。对了，材料好像还提到了一个文化语用能力，这个是指什么？这个又回到了我们之前谈的文化层面。语用能力 pragmatics， 简单说就是在特定文化和社会情境下恰当得体的使用语言的能力。哦，比如在中国文化里，如何称呼北人就很有讲究。对老师一般称呼 X 老师，对一些技术工人或者师傅可能会称呼师傅。在公司里，对上级可能会称呼 X 总或者老板。不能随便叫名字。对，直接叫名字在很多场合可能显得不够尊重或者过于亲密。了解并恰当使用这些称谓，就体现了你的文化语用能力。还比如，如何委婉地拒绝别人的邀请，如何表达感谢，什么时候需要用更尊敬的语气，比如使用您而不是你，这些都属于语用能力的范畴。这个确实很重要，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误会。是的，所以在学习语言的同时，也要有意识地去观察和学习这些文化规则，这也能帮助你更好地实现用中文思考、用中文表达。了解了，方法和技巧有很多，关键还是要结合自身情况坚持下去。不过说实话，一直努力用一种新的语言去思考和表达，尤其是在刚开始的时候，会不会感觉特别累？就是那种大脑很费力的感觉。材料里好像也提到了这种认知负荷 cognitive load。 对，完全正确。在学习的初期，特别是当你开始有意识地强迫自己摆脱母语翻译，直接用中文思考和表达时，大脑确实会感到额外的负担，这非常正确。那怎么办呢？会不会因为太累了就放弃了？这就需要一些策略来应对。材料建议，我们可以循序渐进，不要一开始就挑战太难的话题，可以从描述非常简单、非常熟悉的日常活动开始。比如就说说你今天早上做了什么，吃了什么，或者描述一下你房间里的物品。这些话题你比较熟悉，需要调动的词汇和语法也相对简单，认知负荷就不会那么大。从简单开始建立信心。对，等你在这些简单话题上感觉稍微自如一些了，再慢慢过渡到稍微复杂一点的，比如聊聊你的好爱、你的工作，或者最近看的一部电影，逐步提高难度，给大脑一个适应的过程。这个建议很实用。还有一个很常见的问题是，说着说着突然卡壳了，想不起来某个关键的词，这时候怎么办？总不能就愣在那里边，那样感觉很尴尬。这种情况太常见了，即使是母语者说话，有时也会卡壳。材料里推荐了一个非常有用的技巧，叫做迂回表达。迂回表达？对，意思就是当你忘记了一个特定的词，或者你还不知道那个词怎么说的时候，不要停下来，试着用你已经掌握的其他词语去描述它，绕个弯儿来表达你的意思。能不能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想说雨伞，但是你突然忘了这个词，你可以试着描述它的功能或者样子。比如你可以说，就是那个下雨的时候我们用来挡雨的东西。就是那个下雨的时候我们用来挡雨的东西。对，或者你想说钥匙忘了，可以说开门的那个东西。虽然这样表达可能不是最简洁的，但是它能让你的对话继续下去，避免冷场。这确实是个好办法。而且这个过程本身也是一种非常好的锻炼，它迫使你创造性的运用你有限的中文知识去解决沟通问题，其实对提高你的语言组织能力很有帮助。有道理，化尴尬为练习机会。没错。另外，我们之前也提到了文化差异可能导致的问题，除了词汇和语法，也要注意可能出现的文化误解。比如呢？如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于直接表达和委婉表达的接受度可能不同。有些时候，直接说不，在中国文化里可能会被认为不太礼貌，人们可能会倾向于用更委婉的方式来拒绝。再比如送礼的习惯、餐桌上的礼仪等等，都可能存在文化差异。了解一些基本的社交礼仪和文化常识，可以帮助你避免无意中造成的冒犯或误解。那怎么了解这些呢？还是得多接触真实的语言材料，
比如看一些反映日常生活的现代中文剧、电影，或者读一些介绍中文文化的博客文章，留心观察里面人物的互动方式和语言选择。当然，如果有机会和母语者交流，也可以直接请教他们。保持好奇心和观察力很重要。是的，学习语言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发现的过程，既包括语言本身，也包括它背后的文化。好的，非常感谢您的深入解读。我们今天围绕着这份材料，可以说是比较全面的探讨了用中文思考、用中文表达这个核心理念。我们讨论了为什么要这么做，它背后的认知原理和文化因素，以及我们可以采取哪些具体的实践方法和策略。对，总的来说，我理解关键就在于要有意识的去努力，尝试打破头脑里那种根深蒂固的先详目语再翻译的习惯。没错，要努力让中文逐渐成为你用来构思和进行交流的第一选择，或者至少是并行的选择，而不是总隔着一层翻译。这样的好处，就像我们讨论的，不仅能大大提升你的口语流利度和发音准确性，更重要的是，它能帮助你更深刻、更直观地去理解中文这门语言，以及它所承载的丰富的文化内涵。最终的目标是让中文真正成为你思维工具箱里自然而然的一部分，成为你用来感知世界、表达自我的一种方式，而不是总需要费力去转换的外语代码。这个目标听起来很有挑战，但也非常吸引人。是的，这是一个需要持续努力的过程，但回报也是巨大的。那么，在我们今天讨论的基础上，我想最后留给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一个可以继续思考的问题。今天我们深入讨论了用目标语言思考这个原则对于学习中文的重要性。那么，你觉得这个原则它仅仅是适用于学中文或者学外语吗？还是说它背后所蕴含的这种直接用最终应用的模式去思考和练习的理念，也可能应用到你学习其他任何复杂的新技能上呢？这个引申很有意思。比如说，学习编程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尽量用编程的逻辑去思考，而不是先想自然语言的步骤？学习演奏乐器的时候，是不是也要直接用音乐的感觉去驱动手指，而不是先想乐谱？甚至学习一种新的思维模型，是不是也要尝试直接用那个模型去分析问题？如果这个原则是具有普遍性的，那么它可能会如何改变你的学习方式，或者说你学习新事物的整体路径呢？这个问题确实值得大家好好想一想。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本期内容，请订阅、点赞并分享给您的朋友。